我们都差不多走了快2个小时了，感觉一直在这个山里边打转。要不这样吧，哎，林先生、海棠，你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路。啊，我跟你一块儿去。不用不用，你保护好林先生。嗯，好吧。辛苦你了。没事儿。那你注意安全啊。哎。这位白小姐在北极阁的食鱼所就帮助过我们，看来跟你的关系不一般啊。这个珍珠小姐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伯伯，您看那个是不是一根布条啊？啊，好像是。您等一下，我去看一眼。哎。床头云间缝隙，让思念无法藏匿。原是你，竟是你，万物是你，而我一起沉寂记忆里，微风轻轻。时间消失，我追寻你千万里。折叠好一架架的纸飞机，就把约定在记忆。这就是我全部的计划了。哎呦，孩子，你把伯伯给骗了。你当初给我夹片的时候，我还以为那是你的作业呢。嘿，我这个人就有收作业这个爱好，谁知道是这么重要的东西？哎，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金刚钻吧？但是这个我不同意。冈山信一是个什么人？他是一个凶残的入侵者。你是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个人去找他，那肯定是凶多吉少。是啊，到时候不但老孟救不出来，而且武丁甲也是有去无回的。林伯伯，抢武丁甲只是冈山想要迷惑我们的手段罢了，他真正想要的是您。他要林伯伯的研究内容，他还要林伯伯对他的谬论加以背书。在3年前，张启将武丁甲交给我保管的时候，就预想到了这件事。林伯伯，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对您下手，是因为冈山一直在等你的研究内容，尤其是对武丁甲的研究内容，所以他早不下手，晚不下手，就是为了要等待你完成你的著作，到那个时候，他就会对林先生下手了。是这样的。冈山这么清楚林伯伯的研究成果，是不是在您身边安插了内奸啊？应该不会吧？知道我写阴代历法考的没几个人，除了我的太太和女儿，那剩下的就是老孟、海棠，还有小环。所以从金先生的叛徒学生遇难开始，
再到金先生舍命保护武丁家，就可以看出来，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不清楚的势力也在关注这件事情。现在为了救出我父亲，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村那边，康先生跟钱印必须要及时向全世界发布阴代历法考。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本阴代历法考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蓝山很清楚，所以他一定会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这本书公布出去。一旦这本书发布了，那么全世界人都会清楚，这个冈山信一是个什么东西。他就是一个骗子，一个剽窃者，你就该死的东西！那现在的问题是，康先生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联系到向世界发布的渠道？我已经安排人帮助康先生和钱英了。我认为啊，冈山现在完全不了解林先生的研究进度。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应该迅速的，而且不顾一切的阻挠林先生发布这个消息，而不是像大家所说，写信以我们被绑架为要挟，威逼利用先生来就范。这恰好说明了他根本就不了解先生的研究进度。所以海棠的这个营救计划非常聪明，一方面可以用林先生还有武丁甲来孤注一掷，稳住敌人，从而救出孟伯伯；另一方面呢，也给了康先生时间，抢在冈山之前对外发布阴代历法考的研究成果。我认为，要彻底瓦解冈山的文化入侵行动，有必要冒险。海棠，他这是变相夸你智勇双全呢。不过，正如林先生所说，我们千万不可以小看冈山，他和日本军方还有潜伏在国民党中的汉奸和各地军阀势力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这个计划非常危险。这个该死的！你们两个去把那消失处理一下，等这帮日本鬼子来了，好好招待招待他们。累了吧？那个后头还有2间房子，姑娘们帮收拾一下，咱们先住下。救人的事儿，等晚上再说，好吧？咱们先进屋吃饭。好。我们再休息一下，等一位同志过来。同志啊，你跟组织上取得联系了？平军传语报平安。乐公还玉，请长缨。中央航校中共临时地下党支部书记曾殿桥，代号陈军。重新认识一下吧。中共北平地下党员白珍珠，代号程颖。你好，战路同志。你好，陈颖同志。陈颖同志是新基烈同志的交通员。金老师牺牲之前，把你的入党申请书通过程颖交给了上级。他不仅安排我转移敌人的视线，还交代你保护武丁甲的任务，还让程颖用个人的身份对复华大学2教授进行了保护。我一直以为，让我转移武丁甲，是金先生在绝境中做的无奈计划。现在我才知道，这是他通过组织做的，如此周密的一个保护计划。你今天的判断是对的，此次冈山行动是日本人察觉到大势已去，要对复华大学的几名教授下手，利用所谓中国学来完成他们的侵略。抢夺武丁甲只是冈山计划中的一小部分，他真正的目标是通过盗取林先生的研究成果，完成阴历之虚，向世人宣布中华文字西来说，消解我们民族的自我认同，达到思想灭华、文化灭华的目的。金先生用自己的牺牲，切断了所有武丁甲的线索，也正好把冈山和陆子怡的视线引到了找寻武丁甲的去向，使他们陷入找寻当中，为林先生的研究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所以我也同意，
海棠如法炮制的宋氏五兵甲，虽然可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但是如果康先生没有及时的发布真相，冈山就容易狗急跳墙。这个方法还是有些危险。队长有个方法，需要我们3个人同心协作。是这样，2名地下交通员一直是白飞身边的亲信，通过白飞的渠道，可以跟冈山取得联系。快到了吧？马上就到了。我们是来给冈山先生带路的。岡山君、なぜそう言い切れる？林間学は中国人の言うところの肛門の会をやってるわけではないのか？安藤さん、私は両門学の書庫を数年読んできた。これは彼の字に違いない。3年前、両門学は院大歴法稿を回収し、その内容が不十分だと唱えた。これでわかるように彼は嘘がつけない性分だ。大日本帝国は今危機を迎えています。たとえ嘘だとしても我々に試す価値はある。その上、彼らは文人だ。我々には軍事力があり、もう無線も我々の手の中だ。私は中国人の言葉など信じはしない。しかし我が正体の調査で林間学の言う法友へと続く近道を発見した。私は56師団からの命を受け、すぐに野茂山から法友へ増援を出す。絶対に中印航路における石油パイプ開通を阻止する。我が正体で野茂山に向かい、中国人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そして法友で師団と合流をする。武力をもって解決できない問題はない。もし解決できないことがあるとすれば、君の文化振動計画でもそれは無理だろう。以海棠还有林先生要交出武丁甲的名义，把冈山他们引到这儿来。如果计划顺利的话，2天以后，冈山会带着孟先生来到这儿。到时我跟念强，应该也已经完成了炸药还有燃油的制作。届时海棠出面，珍珠在侧面接应，林先生还有曾先生他们隐蔽在。哈哈哈哈哈！孟先生，孟先生，委屈您了。这荒山野林的，比不上您的府上，让您受委屈了。怠慢，孟先生。我想孟先生一定是饿了吧？我给您亲手做了生鱼片，用了萨尔温江的烈腐鱼。孟先生，您尝尝。那是你们的叫法。这条江，我们称为怒江。怒发冲冠，凭栏处的怒。孟先生，气大伤身，还是不用怒了吧。来尝尝，很新鲜呀。看来孟先生是不饿，不饿，那我们就来说说正事吧。孟秘书长，我这本《阴历之虚》是鄙人的研究成果，
研究学问呢，不分国界，也要允许有多种声音的存在。孟先生，牙正。孟先生，对了，林先生听闻孟秘书长在我处做客，也已到达滇西，并等着与您会合。我相信有您的支持啊，林先生一定愿意将他的研究成果融汇到我的著作中来。我很开心啊。我看不如这样吧，孟先生和林先生，不妨携手同去日本，做一面东亚文化共荣的旗帜，如何？冈山先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深厚文化，来自于悠悠岁月、历朝历代的积累。如今你们日本国没有宏大深厚的哲学，也缺乏远见和高深的思想，所以你们就总是想着从别的国家巧取豪夺，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这怎么可能呢？甲骨根植于中国大地3000多年，远远早于你们日本民族的起源，不是靠着你抢来的几张甲片、写一本书就可以论证它，它更不可能成就你所谓的日本中国学，来为我们中国文字的起源盖棺定论。3年前，暂时停止出版殷代历法考，我当时非常的恼怒，我恨他不懂时事之艰难，办学之疾苦。我现在懂了，他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何谓大学？大学就是以独立之思想追求永恒之真理。我们中国就是因为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民族复兴之时才能成为栋梁。即便我们沉沦100年，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令世人惊叹的。反观贵国，如果都是像冈山先生这样撒谎成性、掠夺成性之小人，即便现在强盛一时，也终将风流云散，以失败而告终。你这本《阴历之序》，就像这盘中的鱼肉一样，明日即将变得腐臭，令世人唾弃。孟先生，我看您不过是徒增口舌之力罢了。既然如此，我也不妨告诉您吧。林文月已经传了信，明日我就带你跟他们进行交换。您的女儿也愿意亲手将武丁甲奉送给我。这一次，我是赢定了。冈山，你这并非君子之举。我女儿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孟先生，我明白，我明白。您的女儿是林先生的助手，我不会伤害她，这一点您放心。我也承认，贵国还有许多如孟先生、林先生这样优秀的人，可贵国的国民，并非全然如此清醒啊。孟先生，我这本《阴历之序》，就需要让贵国出更多的王精卫、周佛海。孟先生，我会让你看到的。您不是口口声声大国小国吗？我这个小国之民，就是要当着您的面，将您这腐朽大国的文化自信彻底摧毁。滚出去！滚！孟先生，您慢用。
还是放心不下。那段公路，先生，你说童瑶要明天下午4点才能练好送刀，能不能加快速度？咱得尊重点科学吧。那炼油本身就是个细活，再说咱练的是生物油，稍有不慎，那战机会发生燃爆的。时间虽然紧，但我相信父亲一定来得及。无论如何，海棠一个人要去见冈山信一，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危险了。是啊，太危险了，那还是个孩子呢。是啊。海棠怎么样了？你去看看他吧。来，坐，姑娘。哎。想什么呢？想我爸爸。苗关那边潮湿，他腰又不好，不知道会不会难受。放心，明天我一定救出他。海棠，明天跟冈山的交易还是由我来完成。你跟林先生还有珍珠会见林。不行，如果我跟林先生不在，冈山是不会跟你谈的。陷阱设得再好，狐狸也不会往里跳的。更何况，你要跟念桥哥开西山号和轰炸机，根本分身乏术。张琪，战争年代，我不能总让你护着我，我想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你还记不记得7年前，我们一起飞的复兴号？怎么会不记得？那可是你的自由宣言。7年之后才能跟你真正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就算是死了，我也没什么好后悔的。你答应我一件事。你说。如果遇到危险，先救我爸爸和林伯伯。我一个都不会放弃。怎么这里有条路？来，帮我一下。老大，他们这边快完工了。主任，这条路修的差不多了，就是过装甲车也没有问题。好，好，好，
这里就快要打仗了，我们还要连夜回龙林，再飞回昆明。记得带上萧红温啊，还有，再多抢运几车油。嗯，明白。嗯，集合！来，收工，集合，快点儿，快点儿，过来，快点儿，走。老徐，抓紧时间。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连夜让你们抢修这条路？因为我们要做买卖。有了这条路，我们的燃油就会继续运往昆明。日本人也需要这条路，有了这条路，日军就会保住芒油，保住滇西。他什么意思？再过18个小时，日军56师团就会增援芒油。这边天气太吵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让你们知道呢？这是什么？这是不是军人啊？主客，把地图拿给我看看。哎，地图上没有这条路，是新修的。我明白了，新22师在攻芒油，日军56师团18小时后会从这条路过，增援芒油。你的大汉奸！听着，一定要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这个比救我爸更重要。想办法通知上几个。不行，我不能跟着他们被杀。你把枪给我，你自己走。我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接下来我会处理。你叫郑快，你说过，我一辈子追不上你。还这么7年前一个学生兵给我的，他说过，只要带上他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你可千万别再迷路了。快走！走！走！老钟呢？外援。报告，还有一个人抢着老四的车跑了。妈的，一帮废物！加派人手把人给我找回来，找不回来我枪毙了你！是。刚才跑的是不是宋子祥？往哪儿跑了？别白费力气了，反正我都是一死，不会告诉你的。小孟，3年前我给过你机会，你不听话。今天你又来给我捣乱，那就不要怪我无情。你去过杭州岳庙没有？岳庙里，秦桧和他老婆跪在岳爷墓前，400多年了。白铁无辜铸佞臣，陆子仪，你猜你会跪在哪个墓里？任人唾骂。好，那我就让这座青山有幸埋了你这具忠骨。老徐，交给你了。
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宋子香在哪儿？说出来，我就给你个痛快。他去延安。是。孟海成，我带你回家。212拐升空，目标红石野芒山，云高3000至7000，云量5到7。212拐现在高度2100，速度400，航向130。航向好，高度速度好。预计2小时抵达指定投弹地点。投弹手检查弹仓。投弹手明白，检查弹仓，弹仓正常。执行任务代号红石。主任，刚得到的消息，复华大学的康朗山在紧急联系美国、欧洲的记者，说明天要正式发布林文月的音代立法考。还有件事，冈山那边的消息，复华大学理工学院的曾木，在红石山区有个实验室，他们很可能已经拿到了静安油田的样本，这样恐怕对我们不利啊。这个老东西啊！张启现在人在哪里？张启，唐时珍把他调到了酒厂，不过前几天听说他和曾念桥失踪了。又是失踪，这是搞事情啊！叫徐特，把实验室炸了，渣都不要剩。主任，我们只有实验室的大体位置，徐科长他们出发的话，时间上可能有点来不及。去把他叫来。是。这就是静安油田的燃油样本。珍珠小姐也一直在调查西山号的事故原因，她从地方军阀处也了解到了静安油田和炼油厂。当年破山的西山号，燃油消耗异常，都是因为这个油。自从陆子怡从中央航委会调来航校，航油的采购渠道都被他控制着。为了这个，唐世珍当时还去南京告状。不过没有搬动他的势力，看来这其中必然有猫腻。先生，现在咱们有了这个样本，回到昆明，
咱们必须把西山号的事故查个水落石出。壮士百战死，蛀虫一时废。你们加完桐油回来拿几个样本，我跟你们出山。好，那些飞机不能白掉，破山他们不能白死。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先生真是神了。下面虽然窄是窄了点儿，但是啊，直接通到实验室后边，而且有一道40公分厚的铁栏，跟风洞实验室相阻隔。这样一来，即使是 B-25的55千颗弹都奈何不了。没有500当量以上的炸弹，我这儿就是固若金汤啊！你别看那个风洞窄了点儿，那说不定未来中国第1架喷气式飞机就是从这儿飞出去的呢。张姐，炸哪儿都好，尽量别炸这儿啊。你要是把这儿炸了，我这儿好处，那孟中堂要找你拼命的。所以，算了算了，哦，我还有秘密，来，我还有秘密，还有秘密。这里边这个铁钮，一摁，就是控制这扇铁门的。你们看，怎么样？里边还有秘密呢！快来，来！哎呀，来！你看看，转了一圈，又转到这儿来了。哎，来，过来，跟我来，这边。为了以防万一，我在这里还安了一组开关。哎，看看，来，紧急的情况下，它也能控制那扇铁门。怎么样？我高明吧？爹，那些亮光是……张姐。考考你，这个地下有什么呀？镇磷酸。嘿，对喽。云南多磷矿，看来这野芒山底下就有。就让它成为预祝咱们明天晚上成功的礼花吧。谁？有情况。哥，是你们吗？真是你们！哥，东来，哥。哥，没事吧？我没事儿。那就好。哦，对了，我有事跟你们说。海晨他给我的，他一个人留下来了。东来，海晨把这护身符给你，一定是想让你替他完成他想完成的事。他让我来报信的，刚刚到了红石路口。碰到珍珠的人还差点打了一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去建陵了，那样的话就错过了。所以，之前你们在祥平，按照陆子怡的说法和陆军正常的行进速度，今天6点到6点半之间，日军56师团就可以到达红石。如果通信无阻，明天半夜就可以到达芒有。看来他们是掐准了时间，准备半夜搞偷袭。我们约定的教育时间，跟日本56师团到达的时间，只有1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的差距。难怪冈山有恃无恐。那孟伯伯呢？还有海晨。
你们说这么多，我脑子都乱了。那个交易有什么用啊？哥，把枪给我吧。珍珠，你把刚才给我指路的大树派给我，我得去救海晨啊。应该来不及了。我不管，我就要去救他。张喜说的是对的，坐下。各位，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我们决定实施 B 方案。目前我们没有机枪弹药，只能利用 B25进行挂弹。咱们感知出来的土硝只够灌制4枚55千克弹，1枚用于实验室，剩下3枚用来炸炉应该足够。剩下2枚51千克弹留给西山号备用。我没有塔台，用这样的配置来进行联络。这些年，大家跑警报都跑出经验了，行动能否成功，取决于信号传达是否准确。这是实验室，这是实验室门口的大树，这个是实验室后方高地，这是停机坪。首先，在路口跟半山腰设置2处预警，用竹哨进行传递。这个地方由高林同志负责。没问题。这个位置设置一个观察哨，类似于日机进入云南的第1道正式预警。一旦发现敌情，立刻发射信号。而且这个位置能时刻观察实验室的情况，所以要随时保持联络。李东来，到。这个位置正面迎敌，很危险，所以需要一个身手好而且善于隐藏的人，能不能做到？放心吧，哥。不过，咱们用什么方式预警啊？428空战期间，有日本特务用闪光点给敌机打信号。这次，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背下了，这个归你，孩子。我拆了几个小仪器，你看。这些镜片，这都用得上啊！来了，海棠，你这边类似于日机进入昆明的第2道预警，由于你要御敌。而且可能会有视线盲区，因此加设一个机动信号塔，由林先生担任。珍珠，你的位置在这儿。地势最高，能看见停机坪，最适合做五华山。所以我是那个挂灯笼的人。
记住，你的任务不是御敌，而是保持信号通畅。此外，我们需要一套更加精确的信号语言。海棠，我来教大家一套光码，就算日本人发现，也不会懂其中的含义。这叫起密码。这是什么？这是我在美国念军校的时候发明的一套密码，叫做起名码。起名码。刚才我打的是“我永远爱你”。本次行动的关键是制空力量。我修理过 B-25，对机况很熟，所以此次由我驾驶 B-25执行轰炸任务。念桥，你送曾先生将桐油于下午4点半之前送达。我有1刻钟加油，然后立即升空。曾念桥，到，请务必将桐油送到。是。两阳两拐目标红石野芒山。两阳两拐现在高度1200，速度400，航向130，预计1小时40分钟到达指定投弹地点。小了，开稳点，我的油啊，开稳点，放心点。怎么了？爹，他们谁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呐？别让他们打枪啊，有会爆的！别让他们打枪！我打老天！我的油啊！这帮该死的没有常识，会炸的！别在这儿打！我的油，我就跟你拼了！别动我的油！别动我的油！别动我的油！别动！别开始！爹，你没事吧？爹，没事吧？啊，我没事，我的油没事吧？油没事。
什么时候啊？啊，快到指定时间了。那快走！哎呀，别管我，快走哎！好好好。父亲，海棠，父亲，海棠，父亲，哎哎哎哎哎！不要动，父亲！海棠，你胡闹啊你！孟海棠小姐，请问林文月林先生呢？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林先生已经离开了。你想要的五丁甲在我这里，想要甲片可以，先放了我父亲。他根本就不知道五丁甲在哪儿。五丁甲3年前在杭州就丢了，他是为了救我胡说八道，你们骗你们的，这事跟他没关系，你们放了他。父亲，3年前是东来把五丁甲带到杭州来的，这些年一直是我在保管，没有告诉您是怕您担心。我是林先生的学生，更是您的女儿，让我来保护你们。海棠，孟小姐，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呢？五丁甲就算再珍贵，只不过是一张冷冰冰的甲片而已，跟人比起来，当然是人更重要了。我可以给你五丁甲，但是你要答应我们，拿到甲片以后，就不再为难我们所有人。好。冈山先生，你可想好了，这里遍地都是荒山，如果你今天不放了我父亲，你就算掘地3尺都找不到五丁甲。孟小姐，我信你一回。放了孟先生。父亲，海棠，没事吧？你胡闹啊你！听我说，张琪在，他会保护我的，你先走。安全吗？放心，父亲。放我父亲走。好。冈山，你是知名的学者，你不会伤害我的女儿，我能相信你吗？孟先生，你当然应该相信我了。我要的只是五丁甲，一旦拿到手，你的女儿对我就没有用了。所以，您放心，我是个君子，自然不会伤害她了。孟先生，请吧。不许你们伤害我女儿，知道吗？父亲，等我们。进。孟小姐，你可以带我去看看五丁甲了吗？行くぞ。裏山に駐機場があります。機体が1機と小型滑走路が。所以 B25只是个幌子。如果不出差错，能及时上油的话，还是得上 B25，杀伤力更大。可如果出了什么差错，那个大家伙我可拖不动。
西山号呢，虽然机型是旧了点儿，但是胜在轻便灵活，油耗低，加上有先生的改装，我相信它仍然是空战中最锋利的一把剑。但西山号有个大问题啊，它只能挂2枚挂弹，还是51千克的。2枚炸建筑物还可以，另外2枚对付公路恐怕太难了。请帮忙把桌子抬走。冈山先生，您说过，只要一旦认证这是真的5丁甲，便立即放我走。那是自然的。孟小姐，你还是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否则我不会放了你的。证据就在这3道图书之上。哦，怎么说5丁甲出自殷商，到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了。商朝制作的刻字甲骨，向来以朱砂涂朱，然后埋在地底下数千年。安阳小屯一带多赤铁矿，长时间下来，赤铁渗入甲骨，使其涂朱既有朱砂，又有赤铁。冈山先生，您是否认可这一结论？我不否认这一结论，你说的姑且有道理。冈山先生研究刻字甲骨多年，想必知道朱砂与赤铁虽肉眼见无区别，但是在 X 射线得败相机下大有不同。据我所知，7年前冈山先生得到过一件赝品，带回日本验证，想必就是用专业相机验证的吧？不错，所以呢，
所以，这里是复华大学物理实验室，刚刚好有一台 X 射线德拜相机，我让曾教授留下来的，方便先生自己查验。海棠啊，按照我的理解，你这个计划的重点是在昆明啊。你是想让康先生和那个冈山新一他俩比速度，看谁先把那个稿件发出去，是吧？是的，康先生最近在忙着出版，然后要联系各大媒体。康先生跟林伯伯一样严谨，就算伯伯不在，他一定会在准确的时间发布英代立法考。蓝山那边也是另外一处战场。今は5時30分だ。本物の部長校だと判明次第、朝日新聞中中事務所に電文を送る。全世界に情報を流すんだ。はい。候補を入手、現在鑑定中。鑑定成功次第、新聞社に電報を送れ。はい。妈妈，今天请了左翼群社的同学们来帮我们的忙。今天大家都是您的保镖。好。钱英，外面有记者先到了。知道了。妈妈，我先去接待他们。好。哦，对了，千一，今日行事一定要小心谨慎。放心吧，去吧。先生怎么还不来啊？いい知らせだ。私自らこの部長校を鑑定したが本物だ。それはおめでとう、岡山君。惜しいな。唯一の遺憾は両門学を捕まえられなかったことだ。捕まえてたら彼が直接部長校を私に贈呈する写真を撮って私の文章と一緒に載せたんだが、そうだろう。冈山先生，既已认定武丁甲为真，请遵守约定，放了我。孟小姐，你可真是容易信任人呐。什么意思？看来孟小姐的父亲孟秘书长比孟小姐更加清醒。他不是说了吗？我不是君子，不会遵守诺言。实话跟你说了吧，孟小姐，你的父亲孟秘书长这会应该已经……冈山信一，亏你还是个学者，简直卑鄙！卑鄙？孟先生，孟先生，你没事吧？白小姐，
白小姐，海棠还在日本人那儿。放心放心，这是我们计划之中的。您先赶紧到安全的地方。高林，把孟先生带到消石洞，保护好孟先生。白小姐，那海棠呢？放心放心，一定会保护好他。啊，快去！你也当心啊！哎，孟先生，走。快点，住手！冈山信一，林伯伯，你手上的五丁甲如果没有我林某人的背书，谁会信呢？哦，对了，曾木兄，你在修这个实验室的时候，为了躲避日本人的骚扰，是不是建了一间密室？嘿嘿嘿嘿，个老东西，我打的洞终于派上用场了。哎呀，我在这儿打的洞，哎，你们猜一猜，猜一猜，我这暗室在哪儿？啊，就在这个屋里。你们猜猜，我这个洞打在哪儿了？这怎么猜啊？嗯，果然是个密室，直通地下洞穴。太好了。曾木兄，哎，要是照这样讲，我得留下来啊。如果是海棠一个人在这，那我不放心。伯伯，这跟你演现身险境有什么区别啊？哎呀，闺女，你的心思我是知道的，但是你想想，这么多人，万一出一点点意外，那咱们这个计划就产生意外了。我留下来，最起码可以阻止一下冈山。张琪，我是信任的。诸位年轻人，我都是信任的，但是请大家给我一个机会，请让我也参与进来，好吗？林先生，林先生，哼，托梦小姐的福 X 射线德拜相机已经证实，这假象图珠的确是朱砂混合赤铁。不知林先生，您还有何话可说？山川之灵，先祖之德，一美若死。所以林先生也认为这是真正的五丁甲，对吗？可倘若要说他是五丁甲，未免可笑了。胡真胡假，林先生，你以为你骗得了我吗？说他真也好，假也好。我自然会有论证。冈山先生，你若不信，便可一枪打死我。你以为我不敢杀了你吗？林先生，你错了。就算我现在要了你的命，再拿你的大拇指随便盖个印，世人都会认为你这举世闻名的甲骨文专家也已折服。同意我文章所说。您做了这10几年研究啊，全都是错误。所谓殷商，全是谎言。亏你还自诩学者之名，信口雌黄，无耻！无耻！实话告诉你们吧，我那个东京帝国大学的名头本来就是假的。我不妨让二位看看我的胜利，看过瘾了再死。電報を出せ。はい。林伯伯。読むから送れ。はい。福科大学歴史科教授両門学は3年前院大歴報告書庫を回収したが、3年を経て失敗を宣言。また彼が宝物とする部長校を提出。
これを兵理として放棄。その時より甲骨文研究とはたまとう分かつ。両教授は公開声明文においてその十数年の研究を通し、印象王朝は存在しなかったとの結論に至る。おしなべて印象及び領州とも史実にあらず。212拐呼叫，预计30分钟到达目标地点，开始下降高度至1000米。左2度。左2度。中国の歴史にあっては事実2000年程度の長さがあるのみであり、いわゆる印象、領州、皆伝説である。冈山，你以为说几句谎言，然后按上我的指纹，世人便会信吗？谎言重复1000次，也就成了真理。你林文月现在落在我的手里，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或者出去纠正。电报出せ。冈山，倘若我现在可以证明武丁甲并非出自武丁王朝，你想一想，那将如何？今出すのを待て。岡山君、部長はまだ手中にある。この2人の生死は問題ではない。これ以上は意味がない。処分するぞ。我々にはまだやるべき大事なことがある。焦るな、安藤君。両門学の言葉は正しい。もし彼の口から証言をしてもらい、また録音と写真を残せば、私が自分で書いたこの文章よりもさらに説得力がある。この何もない場所でどこに逃げれる？56師団があと30分ほどで鉱石に到着する。すべて我々の手中にある。インテリゲンチャに大事は任せられん。お前は部下を連れ大部隊の作戦に協力するように。はい。お前、気を見て行動しろ。はい。投弹手再次检查投弹装置。收到，检查投弹装置。康先生，洪恩哥，你们是陆主任的人吧？哎呀，你们可算来了。康乃山人呢？他们也说要换一个地方发布，白飞那儿的人来了一大帮子，我寡不敌众啊。现在还好，可算你们是来了。哦，对了，他们往那个民主墙那边去了。走，过去看看。你们得抓点紧啊！康先生，我需要您配合我演一场戏，您信得过我吗？信得过。
那好，钱英，你现在去一趟顺德城印刷厂，管他们要1个月以前《新知报》的号外。号外？我知道了，钱英，你马上过去。快去吧。好。康先生，谢谢您。我今日在此，代表复华大学历史系的林文月教授，发表他的研究著作《殷代历法考》。民国19年，复华大学历史系的金志烈教授和林文月教授，在安阳小屯发现了一张刻字甲骨。林先生，您不妨说说看。陆公秀，嗨，还记得你来发布会吗？你当时给我提过疑问。林先生，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新帅系这3个字，为何不用甲骨文，而用刻痕？这张武丁甲上面的兴帅西3个字，为何不是甲骨问题，而是3条划痕？你当时的问题，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它的背后还刻有3道朱痕，林教授将之译为兴帅西。众星西行。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场发生在武丁王初年的流星雨，由此判定这张甲片出自商朝武丁王时代。对，老周，我念你抄，然后立刻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法兰西晚报》还有《真理报》一同发稿。3年来重写殷代历法考，找到了大量兴帅西3个字的文体。所以，大家公认的卜辞之说，会不会不一定是对的？复华历史系的拓片并不齐全啊，如果不在这些拓片里面怎么办？所以啊，你妈不是去了重庆吗？我跟史语所申请了，把史语所里面所有的甲骨文拓片，还有青铜器拓片，都复制一份带过来。知道了。我得到的结论是，兴帅西的本意确为众星西行之意，但是这张武丁甲，却并非出自于武丁王朝。可是这众星西行，并非林教授最初所认为的发生在武丁王初年的一场流星雨，而是记录了人类文明史上一场壮勇的大迁徙。9世之乱之后，商王朝突遭大难，水患连绵，再加上政治上的动乱，造成了民不聊生。于是，盘庚决定迁都。这在《尚书盘庚》当中有记载：“殷将大虐，先生不怀觉忧作，是民力用迁。”他的意思是，盘庚王不再眷恋之前的故土，为了百姓的利益，做出了迁都的这条命令。盘庚王为摆脱困境，恢复民生，挫败了强大的反对势力，终于从燕（今山东曲阜）渡过黄河，迁都到殷（即今安阳小屯）。这场自东向西的大迁徙，就是所谓的众星西行。正是这场大迁徙，使商朝成功避开了水患和内部斗争的混乱局面，稳定了中央统治，为武丁中兴奠定了基础，使原本破败的商朝从此走向复兴。在这张甲片之上，正面，这张甲片上出现的文字属于2个王朝，有一部分的确是出现在武丁王朝，而另外一部分出现在比他早100年的盘庚王朝。盘庚当时为了迁都，3次占卜，头2次为不吉，
但是盘庚王执意进行了第3次占卜，得出的结论是大吉，于是下令迁都。再结合上书中的盘庚3篇，我们同样做了2次论证，证明这场迁都是确定、可信的史实。这张原本被称为武丁甲的刻字甲骨，还有我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所发掘的上万片刻字甲骨，共同证实了甲骨文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它不仅是汉字的源头，更是中华信史的开端。另外一处，武丁王朝，武丁王同样3次占卜，他问神意是否向吕范殷商边境的羌方出兵，头2次同样是不吉，第3次才是大吉。于是武丁王后父子带兵平定了边境，他为殷商王朝换回了安定。这场战争同样被记录在《左传》和《史记》当中。我们做了2重论证，得出的结论是，这场战争为可以相信的信史。盘庚王在位28年，时间为公元前1398年至公元前1371年，然后是小兴王21年、小乙王10年，再至武丁王，长达59年。商代共12王，在位时间共287年。除此之外，盘庚迁移时间为公元前1350年，武王伐纣大约为公元前1075年。煌煌甲骨文大多能与《史记》殷本纪、竹书纪年、尚书等相吻合，地理实物更是与《史记》相互印证，这足以证明殷王朝历史正是信史。撒谎！你们在撒谎！遗史并不可怕。孟子有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所以，作为研究历史的人，我们的态度是忠于历史，忠于史证。信则传信，疑则传疑。在这张甲片上面，记录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字，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我们先祖的智慧。岂是你满嘴谎言可以否定的？中国文字是世界唯一一种迄今为止从未中断过的文字，它不仅记录着我们中国的历史，也是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精神纽带。这些残书破卷中流传下来的文字，这种历数千年未曾中断的传承，以及这种根植于我们土地和血液中的文脉，是我们祖先的声明，是五土五民的传承。新之报，号外！大家看一看，大家都看一看，日本盘龙社欲篡改中国信史之开端，阴谋曝光，大家看一看。大家请看，民国9年，日本盘龙社冈山信一盗掘殷墟刻字甲骨。民国18年至30年，通过走私大量安阳文物运出中国。民国28年，日本欲获取司母戊鼎，但未能成功。民国31年至32年，驻河南日本军队利用当地奸匪大量盗掘殷墟文物，并通过大连远东炼油厂之海上码头转运给日本。我来了，来，啊，先生，哎，先什么生？都6点了，来加把劲儿。B25啊，是 B25，在哪儿呢？5架靶阵机来了，光有声音看不着东西。5架靶要下狠手。B25是中型轰炸机，最大携弹1361千克。如果全力轰炸的话，实验室跟风洞都会被炸毁，谁都逃不掉。那怎么办呢？必须阻止他投弹。没有通信设备啊！拿什么阻？
完了。B25有设计缺陷，需要很长一段距离才能进入攻击航线。先生，马上给西山号加油，能飞就行。哦，能飞，能飞。来，念桥，发生什么事儿了？队长打信号了，阻止轰炸机，停止投弹。啊。212拐呼叫，212拐即将到达目标地点，塔台呼叫塔台。无线电失灵，附近有强磁场干扰。下降高度至500米。收到。飞行高度下降至500米。西山号请求升空。哦，能飞15分钟啊。走吧，走吧，走吧。小心点儿！長官、今手に入った重要情報です。什么重要消息？还有什么比向世界发布五丁甲更重要的消息啊？冈山君，现在已经6点05分，我们必须在7点之前到红石公路与大部队会合。你赶紧把这里的事情处理一下。我给你念一遍电报吧。海棠，林先生，现在因为取油路上需要一些时间，我预计下午6点左右，油可以装上战机。6点10分，我把飞机升空，用盘旋轰鸣声示警，吸引室内敌人的注意力。敌人被牵制的时间大概2分钟，这2分钟，东来，珍珠，想办法吸引室内敌人出来，然后我会飞离伺机投弹。曾先生，到指定地点隐蔽。念桥，你带孟先生到指定安全地点。海棠，林先生，务必迅速躲入地下洞穴，记住了吗？大家都明白自己的安全地址了吧？请分别重复一遍。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林先生和海棠面对的可不是司马懿，而是丧心病狂的冈山信一和训练有素的日本56师团机动小组。你刚刚说按时间实施轰炸，那你如何确定林先生和海棠已经平安地进入到地下室或者是安全区域？如果他们没有进入到安全区域，而是暴露在外面，你还要实施轰炸吗？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大局为重，我的性命不做戏。大局为重。张琪，时间一到就实施计划。下午6点整，英国广播公司发布快讯：复华大学向全世界发布林文月的著作《银代立法考》，为中国可信历史的开端溯源。不可能，这是假情报！不可能，这一定是假情报！这是假情报！假情报！这是假情报！来了，可以避。212
2拐即将进入攻击航线，倒计时2分钟，投弹手准备投弹。准备完毕，可以投弹。左一度。長官、B25 がこちらに向かっています。B25、ドリトルの奇襲だ。カメラだぞ。包囲を突破する。包囲を突破しろ。快，李莫波！哎，快！武丁甲，我去找武丁甲，你先下去。等等，海棠，这都不重要，传承在于人，不在于物。快，先下。有狙击手，别过来！别火！左一度，保持高度。投弹条件良好。倒计时60秒。高林，高林，高林，高林！高林，别过来！快过来！我这有狙击手。大伙别去，别去！你不能去！不，别去！不！小心！狡猾な中国人め。弹仓打开，准备投弹，等待命令。投弹手。作为飞行员，务必时刻留意一切有用的信息，火光、闪光、烟雾，都有可能是信号，都有可能是他人想向我们传达的重要信息。投弹这个按钮，按下去容易，可底下往往都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老人，还有妇孺。有阻止信号，暂缓投弹。
212拐呼叫塔台发现品字形烽烟讯号，为原韩光中队约定信号，意为停止投弹，请求塔台收回投弹指令。塔台，呼叫塔台。联系不上5+8，就必须执行投弹命令。投弹手，准备投弹。等一下，我好像听到了西山号的声音。队长，是队长，队长，一定等我命令，停止投弹。队长说了什么？听不到。这是阻止动作，队长不许我们投弹。这怎么行？违抗军令，那是死罪啊！可那是我们队长啊！记住，务必完成任务，方可返航，否则军法处置。投弹手，回原位。这是爹帮你找到的他们偷工减料的罪证。这可是宝贝，爹得把它藏好。机长，快下令投弹吧！212拐，执行队长命令，投弹手关闭弹仓。陈然，你今日之事，我一人承担，你们只是执行了我的命令。212拐，返航。令九，哎，实验室出事了！哎呀，你行吗？我没问题，你小心点，注意安全。好。
太阳呢？你别跟我开玩笑啊！东来，到，我需要你在安全地点进行隐蔽，实验室里的情况你看得一清二楚，确保他们安全地进入地下室之后，你给我发信号，收到信号之后我才会投弹。投弹信号为3短1长，停2秒，3短1长，2短。东来，切记不可有一分毛躁，明白了吗？明白。我没有天气预报，根据观察这里的自然环境，明天5、6点钟，光线应该很旺盛。哥，我记住了，放心吧。怎么没信号啊？糟了！起！提案我明，中国人说中国末日很有道理。这里有埋伏，我们不能被敌人抢着鼻子走。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保证大部队成功增援漫游，赶紧联系大部队，然后离开这里。係。该死！该死！该死的东西！因为眼梦海滩呢？他们肯定还在这里。去扫！係。联系大部队。係。报告，有发现！这里有个地下室。下去。嘿。谁让你们进去？该死的东西！有道门，打不开。门很厚，上不穿，有根线被剪断了。你也下去。嘿。什么情况？线，你接好，我去那边。好。留了一手，想进我风洞，没门，没门。
上官、本部からです。还有西片中大部队就跟我们会合了，冈山君，我们尽快把这里处理干净，怎么样？线接上了，打不开。没我的油啊！我的油！你去死吧你！你去死吧！哎呀！天！哦！算你识相。倒数30秒。怎么样？西山号马上要投弹了，快走！我带你一起走。不用，我动不了，动不了。不是，必须走。听我的。我等。呀！走。目标：红石公路。江阴一战，汉军以450千颗弹执行投弹，敌舰航母吨位太大，且高度压不下去，洛基带弹当量不够，800英尺平行投弹，敌舰只是微微受损。霍克3式驱逐机更是需要低空投放，轰炸效能才能到位。如果没有地面火力支援的情况下，这个动作很难完成。队长，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超低空俯冲。压到40甚至是30英尺，在最低点投弹。40英尺，贴着地面了，这怎么拉得起来啊？向死而生。我已至此，除我等生死，岂有他哉？
怎么样？儿子，听我说，你带上钱银去富华大医院。好，那个华子有保费。好，我知道了，爹，我知道了。好儿子。爹，我在。爹，你别睡，爹，你跟我说话，爹，我还没答应会很能成呢，爹，现在跟我说话，爹，对不起，爹，我还没答应会很能成，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无论是西山号51千颗弹，还是 B-25的55千颗弹，对付那条公路都会很吃力。哎，张杰，我考考你，该怎么办？正磷酸和硝石化合，以高温燃烧，激发二次爆炸。不错，好样的！爹，你还精通化学？什么话？我们富华大学教出来的学生，那都是通才。你以为你老子只会教物理学和空气动力学啊？你老子还会写剧本呢！张旭，给你个满分。在我的学生里，他最像我。好样的，先生。这次你的学生打多少分？